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道教的发展和那些特别厉害的重要人物。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从东汉末年开始，一直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好多关键人物，他们对道教的形成、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人物和他们背后的故事。道教的起源得从老子说起。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哲学家，他写的《道德经》是道教的核心经典。《道德经》里讲了好多深奥的道理，比如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，天人合一。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根本的规律，叫道，只要顺应这个规律，就能达到和谐的状态。这些思想后来成了道教的基础。不过老子那时候还没道教这个概念，他主要是讲哲学。真正把老子的思想发展成宗教，还得说到东汉末年。东汉末年社会乱得很，老百姓日子不好过，就希望能找到个精神寄托。这时候张道陵出现了。张道陵是四川人，他以老子为教祖，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，还写了一本《老子详尔著》，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改成了宗教信仰。他创立了五斗米道，信徒们交五斗米就可以入教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五斗米道的信徒们相信，通过修炼和祈福可以治病、消灾，甚至成仙。这种思想特别受老百姓欢迎，所以五斗米道很快就发展起来了。张道陵还建立了道教的组织体系，规范了道士的行为，让道教有了初步的规模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道教发展得更快了。这个时期出现了好多厉害的高僧和方士，他们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葛洪是东晋时期的道士，他特别擅长炼丹，他写了《抱朴子》这本书，详细介绍了各种修炼成仙的方法。葛洪认为，通过炼丹、服食草药，人可以长生不老，甚至成仙。他的这些思想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，所以传播的特别广。陆修静是南朝的道士，他对道教进行了改革，他编制了3洞经书目录，把道教的经典整理得清清楚楚，还建立了道教的礼仪制度，规范了道士的行为。这些改革让道教变得更加系统化、组织化。寇谦之是北朝的道士，他也对道教进行了改革，他制定了道教的戒律，规范了道士的修行，还建立了道教的神学体系，把道教的神仙谱系搞得清清楚楚。这些改革让道教在北方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隋唐时期，道教发展到了鼎盛阶段。唐朝的皇族特别尊崇道教，因为唐朝皇族自称是老子的后裔，所以对道教特别支持。这个时期出现了好多厉害的高道。王重阳是金代的道士，他创立了全真道。全真道特别注重性命双修，就是既要修炼身体，也要修炼心灵。王重阳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，让全真道在北方传播的特别广。全真道的道士们特别注重修行，不追求名利，这种思想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。吕洞宾也是特别厉害的人物，他是唐朝的道士，后来成了传说中的8仙之一。吕洞宾特别擅长剑术和法术，他的故事在民间特别流行，他经常帮助老百姓解决各种困难，所以老百姓特别喜欢他。吕洞宾的故事也反映了道教的慈悲精神。宋元明清时期，道教继续延续和发展。这个时期，道教和儒家、道家思想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。张三丰是元末明初的道士，他创立了武当派。张三丰特别擅长武术，他创立的太极拳特别有名。他的武术思想不仅注重身体的健康，还注重心灵的修养。张三丰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，让武当派在武术界特别有名。白玉禅是南宋的道士，他是南宗的重要人物。南宗特别注重内丹修炼，就是通过修炼身体内部的精气神来成仙。白玉禅的修炼方法特别受老百姓欢迎，所以南宗在南方传播的特别广。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道教的发展和重要人物，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呢？道教从东汉末年开始，历经2000多年，期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，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。这些人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但他们对道教的传播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们的智慧和毅力，让道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的特别广。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，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就一定能做出特别厉害的事情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大家更好地了解道教的历史和文化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
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